曾提前准确爆料中共前国防部长李尚福和中共军政部主任苗华落马的独立时评人蔡胜坤再爆猛料。中共军委副主席何卫东也已经在301医院神秘去世。这次中共党魁习近平的军中要员抓的抓，走的走，其惨烈程度不亚于习近平清洗江派军中要员。那么到底是谁主导了这场反清洗呢？下一个出事的大老虎又会是谁呢？难道会是他吗？您好，这里是希望世界要闻透视，我是王真。5月23号，蔡胜坤在社交平台 X 发文说，中共军委副主席何卫东自今年两会结束后被抓，最开始是在301医院受审，后来又关到了保定。但诡异的是，5月中旬看押何卫东的警卫就已经全部返回北京，就连照顾何卫东生活的厨师也都回到了北京。最新的消息说，何卫东像何鸿钧一样，人也走了，而且走得比何鸿钧还早，准确时间是5月2号，具体地点也是在301医院。其实早在4月24号 X 账号照明 Observe 就引述北京军方消息爆料说，何卫东在接受审查期间去世。给面子的说法会说何卫东在接受调查时心脏病发作，抢救无效去世。不给面子的说法仿照张扬的模式，会说何卫东抗拒组织审查，自绝于党和人民。这样看来，何卫东去世的日期应该早于5月2号。何卫东与何鸿钧都是习近平亲自提拔的军中亲信，但都在这次军队大清洗中意外去世。蔡胜坤不禁感叹，是谁主导了这轮军队残忍的大清洗？从中共前国防部长李尚福落马开始，可以看出中共这轮军队大清洗有2条主线。上半场是围绕火箭军及其装备部队的清洗，这显然是习近平主导的清洗军中的非己势力。而自去年以来，军中出事的基本都与苗华和卫东有关，大多来自习近平的嫡系31军。这些人都是习近平这几年整肃军队时重点提拔的将领。从被清洗的人员来看，显然另有势力主导了军队下半场的清洗，并且矛头直指习近平。而且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主导下半场军队大清洗的幕后操盘手很可能是另一位军中重量级人物，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今年75岁的张又侠在中共20大时就已经72岁了，按中共惯例应退出中共政治局与军委，但出人意料的是，他不仅留任，而且近1年来动作频频，在多场军事与外交场合中担任主角。去年10月，习近平考察福建时，张又侠不仅没有随行，还在北京主持了全军军事理论工作会议，政治信号相当明显。同月，张又侠还会见了到访的俄罗斯国防部长，访问了越南，并受到了超规格的隆重接待。习近平访俄时，张又侠在张家口主持了陆军军事演练。去年9月，张又侠还主持了由中共牵头主办的北京香山论坛，这是他第2次主持香山论坛。去年8月，美国国安顾问沙利文访华时，特意求见张又侠，这是8年来首次由美方高官会见中央军委副主席，显示张又侠在军中地位的重要。这一系列表现与此前他长时间缺席军事会议的低调状态形成了鲜明对比。有分析认为，张又侠之所以能浴火重生，很可能是得到了党内元老与反习派系的授权，成为军队整肃与再平衡的实施者。自2012年中共18大以来，习近平清洗了江泽民安插在军中的大老虎郭伯雄、许才厚等人，给军队造成极大震动。中共19大张又侠出任军委副书记，对军队的稳定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所以习近平的第2个任期相对来说是风平浪静。不过中共20大之后，习近平对军队开启了新一轮的大清洗，火箭军战略支援部队、总装备部、北部与中部战区等一大批高级将领被调查或撤职，张又侠的人马遭受重创。蔡胜坤猜测，
这可能是因为张又侠20大没有退出政治局和军委，所以习近平想通过查办张的人马来震慑他。不过，外界传闻最盛的还是习近平的迷信。中国著名预言书《推背图》中的第46项写道：“有一军人身带弓，只言我是白头翁。”白头翁被认为对应了习近平，而名字与弓有关的人将行刺当权者，被解读为这人可能是张又侠，而张又侠也因此成为习近平忌惮和打击的对象。蔡振坤引述消息表示，张又侠当时情绪低落，3次缺席习近平亲自主持的军事会议，显示双方关系一度跌入了冰点。但局势在2024年9月开始发生微妙变化。习近平军中反腐的主要操刀手、中纪委常委、军纪委专职副书记陈国强被调离。据 X 账号向阳披露，陈国强是李尚福、魏凤和、李玉超等军中大案、要案、专案组的具体操刀人，是在军中历次兴起大狱的执行者，是当今周姓来俊陈氏的人物。同月还传出方永祥调离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助理一职，钟绍军卸任中央军委办主任。11月，苗华被官宣落马。熟悉中共高层权斗的资深政治评论员王友群表示，如果说苗华是习军中的左膀，而钟绍军则是习军中的右臂，作为习军中最重要的亲信，钟绍军被调离习身边，等于清君侧，无异于是砍掉了习的右臂，对习的打击更大。王友群认为，上述种种是在张又侠的主导下发生的。蔡胜坤表示，张又侠可能得到了党内元老如王岐山、温家宝等人的默许或支持，因此张又侠有能力使出回马枪。蔡胜坤进一步分析说，习近平上台后对中共党政军的清洗过程中得罪了所有的派系，包括江派、团派、红二代、军二代和中共元老，这使得习近平逐渐在军中失去了绝对忠诚的屏障。同时，李克强诡异离世，胡锦涛在中共20大被架出场等事件，也给中共高层埋下不满与震荡。中共4中全会召开在即，伴随着满天飞的失权传闻，习近平的去留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不过，结果可能会相当凶险。时评人李大宇在他的节目中说，习近平很可能成为中共反腐的下一个目标。中共广西省委副书记、主席蓝天利落马，网传与倒卖稀土有关。爆料说，蓝天利被定性为叛国罪。中共广西党委书记陈刚提出，启动对非法采矿和涉重金属污染问题倒查10年专项行动，下令深挖蓝天利背后的腐败问题。李大宇表示，外界广传习近平家族大举涉足稀土产业，广西这样的稀土肥肉能被放过吗？合理推断，调查蓝天利也可能会波及到习近平。陈刚还在广西党委扩大会议上强调，蓝天利被查再次警示，没有免罪单书铁券，也没有铁帽子王。任何人无论是谁，无论位置多特殊，身份多特殊，只要触犯了党纪国法，都将受到严肃惩处。中国新闻资深高级记者在联合早报上撰文指，与周永康、徐才厚等要员相比，蓝天利和金湘军还算不上铁帽子王，但官方再提反腐败没有铁帽子王，是否预示着可能还有级别更大的大员落马？公众可拭目以待。这里是希望世界要闻透视，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